2019年12月5日，我的曼谷之旅结束，飞回吉隆坡后，我从来没有想到下一次出国竟然是800天后。时间拉回到现在，世界各国几乎开放解封了，很多人都已经出国旅行。名模今天的这个影片就来回顾2022年名模搭机所经历的大小事，带你见证疫情后大马解封的过程。2021年10月，大马政府宣布国人可以出国了，但必须遵守各个国家入境政策设有的多项条件。除了检测又要隔离，会多出额外的费用，再加上确诊病例居高不下，大部分的大马人都选择不出国旅游。等待了800天后，2022年2月，我终于出国了。目的地是加拿大的温哥华。当时大马的疫情因为 Omicron 的关系，每日确诊病例都是1-2万宗。入境加拿大除了要起飞前72小时 PCR 阴性证明，还要下载手机 APP， 上传接种疫苗证明、隔离计划书，最后拿到一个 QR code 才完成入境申请。我记得到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，心情很忐忑，很怕被告知文件不齐全，不能登机。OK， 我现在到新加坡了。那现在呢，我要去我的过境旅馆。飞机清晨抵达温哥华后，所有入境者都要做 PCR 检测，过后必须回家自我隔离。我记得当天晚上我就拿到我的阴性证明报告了。结束了加拿大之旅，要回马来西亚，条件一样是起飞前72小时 PCR 阴性证明，必须在 MySejahtera APP 填写资料。当时大马人回国是要隔离5天，幸好可以申请居家隔离。那我现在已经完成出关，已经拿了行李了，然后手上呢也多了这个电子手铐。回到吉隆坡机场，又再做一次 PCR 检测。离开机场前，还被强制扣上电子追踪器。回想起疫情后第一次出国，必须遵守官方规定。我总共做了5次冠病检测。我终于拆了我的电子 tracker， 所以呢。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。时间来到2022年5月，大马宣布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入境大马不需要做检测，国内也解除户外戴口罩的禁令。同
同时间，泰国取消 Test and Go 政策，入境的旅客可以省下几千泰铢，不用订第一天的隔离检测酒店，只要申请 Thailand Pass 和购买旅游保险，就可以入境泰国了。结束曼谷旅程1个星期后，名模又飞啦。这次的目的地是新加坡。新加坡在4月26日放宽大部分的防疫政策，完成接种疫苗的旅客不需要任何检测，起飞前申请电子入境卡就可以了。今天终于真正的入境新加坡了，而我也终于亲眼看到樟宜机场里面这个世界最高的室内瀑布。新加坡真的是一个还蛮舒服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呢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你们真的是可以来新加坡这边走一走。虽然这边的汇率是很高啦，那大家就只好努力赚钱咯。OK。2022年下半年开始，一切渐渐恢复正常，购物商场挤满人潮，体育运动赛事接力举行。当然也少不了歌迷粉丝最爱的演唱会。2022年9月22日，名模又再一次前往加拿大温哥华，这次是飞到日本转机。去程的时候，当时入境日本需要申请签证，必须透过旅行社买机票及住宿，所以我只能乖乖待在成田机场9个小时等转机。今天早上呢，当我抵达东京成田机场的时候呢，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就是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呢就正式的宣布，就是日本呢将会在10月11号的时候呢开放自由行，不用签证入境日本。1个月后，也就是10月尾，名模回吉隆坡在日本转机时，特地在东京停留2个晚上。当时入境日本是需要下载 MySOS 手机 APP， 只要完成接种3剂受世卫承认的疫苗，就不用做冠病检测。9月的加拿大之旅，我和家人又安排了一个美西之旅。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，我终于去到美国了。从温哥华搭机飞洛杉矶，很特别的经验是，我体验了美国境外预先清关，也就是直接在温哥华机场通过美国海关审查，到了美国就不用再检查护照了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在2022年见证也亲身体验这一切。完全解封绝对不是1-2天的事，更何况疫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束。不知道你的2022年过得怎么样？2023年又有什么期许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是以西雅图的夜景呢作为结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分享出去，还有记得追踪我的频道哦。Terima kasih，拜拜。